去了，道路坍塌呀！那个德恩雅纳莱吉那边，就149甲一路骑，然后从奋起那边绕出来，就超大一圈这样。因为那个路哦，荣兴宫哎。看下面视野蛮清楚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同学。如果没有了 Google 地图，旅行还会一样好吗？今天终于迎来了不看 Google 地图去旅行的第2集。看到我的画面，应该也不难猜到，今天将是一场和山有关的旅行。而原先计划是要到许久未前往的石壁去就地重游一下，不过没想到才刚开始就遇到突发状况。去了，道路坍塌呀，全面封闭，禁止通行。我的。哇你嘞！哎呀，我查路况的时候也没看到，这条哇，今天出师不利呀！对的，你没看错，就是道路坍塌、全面封闭、禁止通行的3连击呀！旅途的刚开始就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啊？那遇到封路后，我的计划呢也完全被打乱了，当下也没有什么想法，于是呢就开始沿路一路骑行，看到什么感兴趣的地方呢就往哪去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乱跑的行程啊。于是这样一趟没了 Google 地图的旅行，就在这样的逆境下展开了。小心地穿越了几处的施工路段落石区后，继续沿着草岭公路一路前行。草岭公路旁的景色呢，不管看几次都不会腻。今天可能因为好天气的关系，周遭的山景也格外的清晰壮阔，而这样的景色呢，也让这条道路骑行起来变得更加的享受。
那沿着草岭公路骑行了一小段之后，也来到了今天的第一站清水溪桥。这边就是彰湖吊桥遗址，只是过去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。上面是什么人？哦吼！要抓紧走。有一台车诶，要追下去吗？不要好了。彰湖吊桥遗址，今天应该也不适合。这里再继续走，记得会接到那个万年峡谷，然后最后会跟那个149乙合并吧，然后变149甲，就是这条草岭。这一条是草岭公路啊，然后最后会跟149乙的小旗草岭公路相汇合，然后之后就继续接着合并成一条这样。遇到猴哥，不错了啦。海个店，这个地方有机会真来。拜拜。他该不会是要盖一个风景区吧？因为这里可以看到那一座桥，然后在后面是那个彰湖吊桥遗址。哦哟，搞不好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查到，就是他做一个很长的桥跨过去。哦，117年会完工哦。哇。哦，然后他才开垦那边呐，他才把那边弄掉整地，然后要坐过去。哦，117年啊，哇，到时候可以来看一下，我这里大工程OK， 好啦。应该是有机会看到，而且这样骑过去的景应该蛮漂亮。这一座桥应该，我觉得它的 view 应该是不错哦。会骑这里的蛮多都是骑那种 ADV， 不然就是越野。没有。我在看他那个啦，我原本以为他是要盖那个风景区，但是他好像是要建一座桥。对啊，要让它变成不用下去再上来。哦。它这个没有写到什么？117年。哦。对啊。哇。它已经开始了。对啊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因为我很久没走这，我想说，这里怎么整个那边都整掉是怎样？
我原本以为是台风啦。以后就直接高架。对啊，就过去了。对。对啊，就看过，它其实看下去也蛮漂亮的。对。所以之后这一座桥应该也是很多人应该会来走。对啊，蛮漂亮的。那你这边也有走啊？哎，长跑啊，就是石壁草岭这一带。对啊，就是这边都会绕一下。下面还有一个那个樟湖吊桥遗址。贝壳化石区那边。对，那边也蛮漂亮的。对啊，那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来玩了。以前很多人呢，民国几年游览车都这样一辆一辆开下来的。哇！你比较年轻，你对，我上之前去都好像还好，就是会有人几个人。路段了就。就慢慢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后来。前年吧，这边的路开好通了，才有办法过来。对啊，它149甲好像也是近几年才有通到那边。就是这一条，好像2、3年吧。因为我今年就有走，然后走到那个德恩雅纳莱吉那边，就149甲一路骑，然后从奋起湖那边绕出来，就超大一圈这样。因为那个路线我是觉得蛮漂亮，只是太容易有土石流什么的，漂亮啊，很容易。那边对啊，可以再绕过去嘉义那边，那个1314观景台。那个都其实都相通啊。对啊，就上去四通八达。接162就过去那边了。应该是162。大哥应该也蛮长跑的。就是四处绕。南投。可以啦。就附近啦。对啊，我觉得云林算保障地吧，很多点其实可以跑，然后也不太会有什么车。也又没有车。对，没有车是重点，不然。对啊。北部可能就一堆车在跑了，就会你会塞到不行了。也算是很幸福了。对，这比较少人了。不错。好，拜拜。遇到一个大哥这一条通了之后，过去应该是也蛮漂亮的，可以期待一下。117年嘛，到时候再回来看。OK， 才刚说这条很多越野跟 ATV 来骑，马上就来搭话了。哇，所以这条是清水溪，然后流过去。哇，所以这边其实这一条应该很少人会走吧。149甲这偏前段的，这段其实前段这里路况没有说到太好，然后其实也比较少人会走，因为比较多就是接158甲接到统头，然后接149乙过去，那样是会比较快。但是其实这段之后开辟出来，景应该是会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可以期待一下。之后如果那一座桥通的话，应该这条会比较多车开。然后我感觉那一条桥看过去的景色，应该也是蛮棒的。哎呦，意外的收获。OK， 那就继续跑好了。接下来要跑哪？先往后慢慢绕吧，可能等一下绕到后面就有什么想法了。这雨也不知道会不会下，是有点晕车。没想到离开了没多久，就再次遇到了刚刚那位骑越野的大哥啊，也不禁为这奇妙的缘分呢会心一笑。
而之后便带着这份喜悦的心情，继续向未知的旅程探索前进。哦，要跨到嘉义了，交界嘉义县。进入了嘉义县后，也进到了龙眼村。龙眼村自清代咸丰开村以来，龙眼这个名字呢就一直根留至今。但其实这里并非以龙眼为主要的产物，而是以栽种清新乌龙茶呢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。而这里也是高山茶的发源地。那因为早期开垦时，当地山区有许多的山龙眼树。那这些树的果实外观像龙眼，但其实是不可以食用的。而因为这些山龙眼树，因此呢，将这里称为龙眼林，也就是现在的龙眼村。沿着龙眼路一路骑行。之后呢，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发现有路标标示着往大二尖山和龙兴宫的方向，而我发现这好像是我未曾走过的路线，于是呢，便抱着探险的心情，朝着这一条未知的道路继续前进。而向上骑行了没多久，就会看见了一座坐落在茶园旁的寺庙，也就是位于嘉义龙眼村的龙兴宫。哦吼，龙兴宫哎，哇！哦，对这很修哦。于8月11到9月24，那不就今天？所以进不去啊。那加油港8月11就今天。哇，沿路折返。原本想说来到了这里，可以顺便去走一下寺庙后方的步道，结果谁知道我运气这么好，刚好遇到当天是施工的第一天啊。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，也只好摸摸鼻子，灰溜溜的走。撤退了。等到之后修缮完成了，再来这边走走吧。
恨者于是还不算大，便赶紧穿了雨衣逃下了山。结果谁知道向下稍微骑了一小段后就没雨了。当下也不知道这雨衣是不是反穿了，而懒得再脱掉的我，也就穿着这件雨衣，剩下的路继续前进。转入了前往碧湖山茶园的小路，刚好遇到了正在休息的茶农们。这时的我骑着车小心地穿梭在道路两旁的人群中，而骑过去时可以感受到大家看着我炽热的眼光啊，让我有点梦回当初在考磁县7秒的感觉。那最后再往前一小段，就会来到了道路的尽头，也就是碧湖山观光茶园。哇，碧湖山，懒得再拖装备了。在碧湖山茶园只待了一下下后就离开了，主要还是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毕竟下雨的山区总是充满不确定性，而且没有了 Google 导航，在找路上总会花上一点时间，所以还是选择稍微看一下这片美丽的风景后，就赶紧上路出发了。离开了碧湖山茶园后，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太平，在这边也见到了这座雄伟壮观的太平鸣梯。虽然我从没进去过这座桥，但在下方观望它时也足够震撼。通过了太平梯后，就一路沿着36弯下山，而我发现今天看出去的视野非常的不错。可以清楚地看到下方的城市聚落，于是呢，我便决定找个地方停下来欣赏一下这片美景。哦，又一台车。哇，今天看下面视野蛮清楚的。这是第几弯？32，总共有36。
差不多要下山了。哎呦，趁现在还没有雨啊！32弯这个点不错，又有风又有景。这趟旅行没依靠 Google 地图，一路从云林跑到了嘉义。原先可能只是一趟云林石壁的简单轻旅行，但因为遇到了道路封闭而展开了另一场山间遨游的冒险。一路去到了清水溪桥、龙眼村、龙兴宫、壁虎山茶园和太平36湾。从蓝天白云的好天气，骑到变成阴雨绵绵的下雨天。虽然旅行的刚开始就遇到了阻碍，但过程中呢，也不乏遇到一些特别的人事物，让整趟旅行因为意外而增添了乐趣。这次没了 Google 导航，其实也让整趟旅行更充满自由性，不用遵照地图的规划，看到有趣的地方或是小路，就可以很随性的深入探险。而这样的旅行方式不再只是将注意力放在手机的地图上，而是可以更多的去注意到路途上所遇见的事物。